老祖宗常说一句话，好人头上有灵光，一生一世无灾殃。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灵光？这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精、气、神，加上他生生世世积攒的善念，在头顶上方汇聚而成的一股无形的气场。这就好比练武之人的金钟罩、铁布衫，更像是在我们的大庙里神明案前点的那盏长明灯。我们普通人肉眼凡胎看不见，你走在大街上，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可能还觉得那个做坏事的人开着进口名车很风光。但是那些在另外空间的生命，老天爷、鬼神乃至天地间的各种灾煞之气，他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心地善良的人，这股气场熠熠生辉，众神看到了都要油然而生敬意，不仅不找他麻烦，还会处处帮他。各种灾祸煞气遇到这股光，自动就绕道走了。这在我们命理学上叫什么？叫得权无危。世间因果真实不虚，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各位，这世间有3种人，他们头上自带这种强悍的灵光。你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千万要和他们结善缘，哪怕你吃点亏，也绝对不要去伤害他们。你动了他们，就等于在拿自己的命水、自己的福报去撞铜墙铁壁反弹回来的恶果，你根本承受不住。我们先来讲这第一种人，那就是喜欢行善的人。老子《道德经》里讲过一句话，得道者多助。各位，什么叫道？道就在我们每天的人情世故里，就在你起心动念之间。这世上最后能够真正收获大福报、晚年子孙满堂的人，必定是天性纯良、乐善好施的人。这种人你一眼看过去就觉得磁场很舒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朋友，真正的大善人，他的面相绝对不凶，他的眼神一定是很清澈、很柔和的，不会滴溜溜乱转，透着算计。他的耳垂往往比较饱满，嘴角常常是微带着笑意的。他们做事情是发乎于真心实意的去做，看到别人有困难，他心里就难受，非得帮一把不可。同这种内心有光的人在一起，无论前路多险，都能被照亮一片光明。这种不变的善良本性，就是支撑他们前进的明灯。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仔细听，看看这种自带慧根的人是怎么在绝境中逢凶化吉的。在古时候有个地方叫清河镇，镇上有个做布匹小买卖的，咱们叫他阿顺伯。这个阿顺伯啊，在同行眼里就是个大傻瓜，别人卖布，那木尺子恨不得往回缩2分。阿顺伯卖布总是怕人家布料不够做衣服，尺子放得宽宽的。逢年过节看到街头讨饭的可怜街友，他宁可自己少吃2口，也要给人家端碗热汤。他老婆经常骂他，死老头，你天天做烂好人，家里米缸都快见底了。阿顺伯总是乐呵呵地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啦，福气啦。有一年夏天，正值梅雨季节，天上下着瓢泼大雨，那雨水简直像天上漏了洞一样倒灌下来。阿顺伯和镇上另一个非常精明的布商叫王老板的，一起赶着马车去临县送货。这批货是给县太爷家里做大寿用的，非常急，要是违约了，那可是要赔得倾家荡产的。2个人赶到半路，来到一处叫阎王愁的峡谷。大家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地方2边都是陡峭的泥石山，中间只有一条极窄的土路。当时那雨下得连10步外的人影都看不清，山上的黄泥水哗啦啦的往下淌，路面全是大泥坑。就在这个时候，阿顺伯突然死死拉住马缰，吁的一声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原来前方的深泥坑里陷进去一头老黄牛，旁边还有一个7老8十的老龙，在雨里摔得满身是泥，哭天抢地的拉那头牛。可是牛腿死死卡在烂泥和石头缝里，怎么也拽不出来。眼看这泥水越漫越高，再耽搁下去，连人带牛都要被活活淹死。王老板一看马车停了，急得探出头来破口大骂，阿顺啊，你老糊涂了，什么时候了还管这闲事？这雨再下大点，马上就要爆发土石流了，这批货要是延误了，咱们俩都要坐牢，别管那老不死的，快走。阿顺伯看着那个绝望痛哭的老龙，心里那个揪心啊，怎么也不忍心。他回头冲王老板喊，王老板，你先走，老人家命苦，这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啊。王老板冷笑一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骂道，
真是个蠢猪，你自己找死，我可不奉陪了。”说完，狠狠抽了马背一鞭子，马车飞一样的冲进了峡谷深处，连个影都没留下。这边呢，阿顺伯跳下马车，连蓑衣都来不及穿，光着膀子就扑通一声跳进泥坑里。各位，那山里的泥水冰凉刺骨啊！他跟老龙两个人用肩膀顶着牛肚子，用双手去挖烂泥里的石头。阿顺伯的手指甲都翻过来了，鲜血混着泥水往下淌，他就像感觉不到痛一样，咬着牙死命地撬开石头。足足折腾了1个多小时，累得阿顺伯眼前发黑，终于听见咔嚓一声，底下的暗石松了。老黄牛长嘶一声，挣扎着爬出了泥坑。老龙感动得扑通跪在泥水里，砰砰砰的给阿顺伯磕头，拦都拦不住。阿顺伯累得瘫倒在泥地里，气喘吁吁，心想完了，这趟货肯定迟到了，回家倾家荡产吧。正准备强撑着站起来去赶自己的马车，就在这一瞬间，各位注意听好了，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只听见前方那条阎王愁峡谷深处突然传来轰隆一声极其恐怖的巨响，那声音简直就像是天塌下来的一样，连他们脚下的大地都在剧烈颤抖。怎么回事？大面积的土石流崩塌了，半座山头的几千吨巨石和黄泥巴，夹杂着几十人抱不过来的大树，瞬间就倾泻而下，把前面的整条峡谷完完全全的填平了。阿顺伯和老龙站在峡谷外面，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冷汗直冒，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等到第二天雨停了，官府派人去挖的时候，大家猜猜看后来怎么了？那个精明算计，为了赶路见死不救，抢先一步冲进去的王老板，连人带马车早就被压成了肉泥，深埋在10几丈厚的泥石流底下了。各位，你们静下心来仔细品一品这件事，懂得多行好事的人，不用去问前程，也能花团锦簇，自有芬芳。如果阿顺伯不傻，如果他不去管那个萍水相逢的老龙，他不就跟王老板一起走进了峡谷，一起被活埋了吗？到底是谁救了阿顺伯？表面上看是因为他去救牛，耽误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但在我们懂易经、懂因果的人看来，这就是他大半辈子积攒的善良，在他头顶上汇聚成了那道耀眼的灵光。这就叫一个术士积德行善之人，会得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老天爷在天上看着他有生死大劫，特意安排了一个老龙，一头陷进泥里的牛，硬生生地把他按在了安全地带，让他逃过了这命中注定的死劫。喜欢行善的人自带灵光，一生无恙；喜欢行恶的人自食恶果，难逃报应。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阿顺伯这样总是吃亏、总是帮人的老实人，你千万不要觉得他好欺负，跑去占他的便宜。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其实因果不饶人，你是在夺走他头上那道灵光的保护。老天爷这笔账绝对会记在你的头上，必定严惩不贷。这就是很多人莫名其妙破大财惹大灾的根本原因。第一种人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种人，更是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很多人这辈子穷困潦倒，就是因为得罪了这第二种人。这第二种人啊，你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而且我告诉你，这第二种人是你这辈子最大、最灵、最不能去破坏的风水。是谁？就是生养我们的父母。我看了一辈子的风水，批了一辈子的八字，我最怕遇到哪种人，就是那种西装革履，开着进口大奔驰来找我，一进门就甩出一大把钞票说，尼斯，帮我看看我公司大门的风水，帮我摆个招财阵，我最近亏了几千万。我只要稍微一看他的面相，再问问他家里的情况，如果发现这个人对自己的老爹老娘大呼小叫，甚至把父母扔在乡下破房子里不管不问，我连八字都不给他排，直接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各位阿公阿嬷，你们要懂我们易经的道理啊。易经里头，乾卦代表天，代表父亲；坤卦代表地，代表母亲。父母就是你命里的天地。你天天跑去大庙里磕头，给菩萨添香油钱，求菩萨保佑你发大财，结果你回到家，对你家里的2尊活菩萨横眉冷对，这叫什么？这叫破大财的风水。你的天都塌了，地都陷了，老天爷怎么可能把财运和福报降给你？装福报的那个碗底都漏了嘛。地藏经里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吓人，叫若欲背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
大家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什么叫天地灾杀报？就是如果你忤逆父母，伤害父母，你就会招来天灾人祸。出门撞车，做生意被人骗，甚至得绝症，老天爷和地府的神明会一起出手来收你。很多人觉得这是迷信，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迷信，这是宇宙间最讲道理的能量守恒。父母是你的根，你是一棵树，你把地底下的根都给砍断了，还天天给树叶子浇水施肥，指望这棵树开花结果，可能吗？树根一断，这棵树马上就会枯死。想要晚年幸福，想要老有所依，你现在怎么对父母，你的儿女将来就怎么对你，因果循环，丝毫不爽。对父母好的人才配得上大的福报，这叫德与位相配，则受福无愧。为了让大家脑子里有画面，我再给你们讲一个古代极其震撼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会明白什么叫老天有眼。在古时候，有个村子在江边上，村里有一对亲兄弟，哥哥叫杨父，弟弟叫杨仆。这两个人啊，真是一个娘胎里生出来的，命格却完全不一样。哥哥杨父人如其名，脑子非常活络，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家里盖了大瓦房，娶了漂亮老婆，生了大胖小子。但是这个人天性凉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主。老母亲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杨父嫌弃老太太脏，吃饭吧唧嘴，硬是把老太太赶到了院子角落的一间漏雨的破柴房里去住。弟弟杨普呢，忠厚老实，家里穷得叮当响，只能靠给人家做短工糊口。但是杨普极其孝顺，每天收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老娘床前问安，自己吃糠咽菜也要省下一口白米饭给老娘端过去。有一年夏天，真的是老天爷发怒了，连下了半个月的暴雨，江水暴涨。那天半夜，轰的一声巨响，江堤决口了，做大水了。我的天啊，那洪水就像发了疯的几千万头野兽，十几丈高的水墙直接朝着村子就拍了过来，整个村子瞬间就炸开了锅，全都是哭喊声、狗叫声、房屋倒塌的声音。哥哥杨父一听见动静，鞋都顾不上穿，从床上弹起来。他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不是老娘，是钱。他发了疯一样冲到柜子前，把金条、银元宝一股脑啊塞进个大包裹，死死抱在怀里，然后拉着老婆，抱着儿子，扯开嗓子喊：快跑，快往山上跑。路过柴房的时候，老婆拉了一下杨父的袖子，哆嗦着说：娘还在里面。杨父眼珠子一瞪，恶狠狠地说：管那个老不死的干什么？他都半截身子入土了，带着他是个累赘，咱们全家都得死，快走。说完，拉着妻儿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黑夜里。再说弟弟杨普，洪水一来，杨普住的茅草屋直接就塌了一半，他的牵手吓得死死抱住两个年幼的孩子，哇哇大哭。杨普大喊一声：老婆，你带着孩子赶紧往村后头的高坡上跑，千万别回头，我去背娘。老婆哭喊着：水太大了，你去了就回不来了啊！杨普眼睛通红，嘶吼道：没有娘哪有我，我死也要和娘死在一块，你快走。杨普光着脚在齐腰深的水里拼命往老娘的破柴房游。等他撞开门的时候，泥水已经淹到了老太太的脖子。老太太在水里绝望地哭喊：老二啊，你别管娘了，你快去救媳妇跟孙子啊，娘儿子背你。杨普一把将干瘦的老娘拉上来，死死捆在自己背上。各位，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那是一个极其悲壮的场景啊！外面狂风暴雨，洪水里飘着死牛死猪，甚至还有人的尸骨。杨普堂堂一个茶仆人，背着老娘在洪水中艰难地一步一步往高处挪，他的腿被水里的破木板划出了一道道大口子，血直流，但他咬着牙死死抓着旁边的树枝往上爬。好不容易，杨普背着老娘爬到了村后头最高的山坡上，刚一登顶，他回头一看，轰隆，一个巨大的浪头拍过来，把刚才他们走过的路连同山坡下面的一大片树林瞬间全部吞噬了，底下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杨普跌坐在烂泥里，四处张望，到处都没有老婆和孩子的影子。一个大男人在那个暴雨如注的深夜跪在山坡上，面对着茫茫洪水，疯狂地捶打着地面，嚎啕大哭。那哭声真的是撕心裂肺啊！他觉得对不起牵手，对不起孩子。为了救老娘，
眼睁睁看着妻儿被洪水卷走，换了谁，谁不崩溃？杨浦一边哭一边给老娘磕头：“娘啊，儿子尽孝了，可儿子对不住老婆孩子啊，他们没了，我也不活了。”就在杨浦准备跳进水里寻死的时候，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江面。杨浦隐隐约约看到，在距离山坡不远处的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飘着一根粗大的房梁木，那木头上死死趴着几个人，正在拼命呼救。杨浦一看，那衣服的颜色不正是自己的老婆还2个孩子吗？杨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疯了一样找了一根长竹竿，冒着被冲走的危险，半个身子探进水里，死死勾住那根房梁木，拼尽了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把老婆和孩子拉上了岸。一家人抱头痛哭。死里逃生啊！老婆哭着说：“我们刚跑出村口，水就漫过了头顶，本来以为死定了，结果不知道哪里冲过来这根大木头，刚好把我们娘仨拖住了，就这么一路漂到了你跟前。”各位，你们觉得这是巧合吗？哪有这么巧的事？在几十里宽的洪水中，一根木头偏偏就飘到了孝子杨浦的眼前，这就是老天爷的手在暗中推啊。那么那个带着金银财宝扔下老梁不管的哥哥杨父呢？等3天以后，洪水退去了，杨浦安顿好老梁和妻儿，下山去寻找哥哥一家的下落。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杨浦看到了一幅惨绝人寰的景象。原来杨父带着老婆孩子往另一座山上跑，刚跑到山脚下，因为雨水冲刷，山上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土石流，一棵几百年树林，几个人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直接连根拔起，轰然倒下。那棵树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正好好砸在了杨父一家3口的身上。杨浦跑过去的时候，杨父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装满金条的包裹，可是人已经被压成了一滩肉泥，一家3口一个都没活下来。各位，听完这个故事，你们心里震不震撼？后背发不发凉？人若孝顺父母，天必佑之；人若多行不义，天必毁之。这就是地藏经里说的天地灾杀报。你以为你聪明，你以为你有钱，你扔下父母不管，自己去逃命，老天爷看着呢，你跑到哪里，因果的刀子就跟到哪里。那棵大树早不倒晚不倒，偏偏等杨父跑到树底下的时候砸下来，这是什么？这就是天谴。而杨浦呢，他为了救母亲，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了，他心底发出的那股孝道的灵光，直接惊动了天地神明。所以老天爷不忍心让这样的大孝子绝后，硬是派了一根木头把他的妻儿送回了他的身边。这就是真正的逢凶化吉，得权无危。所以我今天在奉劝大家，回家去给你年迈的父母洗一次脚，给他们做顿热乎饭，不要对他们大吼大叫，把你家里的2尊活菩萨伺候好了，你的财运，你子孙的福报自然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因为你的根扎稳了，天地就护着你。一旦你伤害了父母，你这辈子再怎么折腾，最后都是一场空，重则恶业随身，像杨父一样家破人亡。很多阿公阿嬷听我讲完前面这2种人，尤其是听完那个忤逆老娘被大树压死的杨父的故事，吓得直冒冷汗。有人可能在心里犯嘀咕，尼师啊，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脾气火爆，经常跟我家老头子老太太顶嘴，也曾经因为贪小便宜做过亏心事，那我头顶上的灵光是不是全漏光了？我是不是死定了？没救了？各位，你们记住我们易经里的一句话，叫天道无绝人之路，波及必复。老天爷的心肠是最慈悲的，只要你这口气还没咽下去，只要你当下这一念能转过来，真心忏悔，你那个破漏的气场，老天爷允许你自己把它补起来。怎么看自己的气场是不是漏了？怎么知道自己头顶的灵光还在不在？今天尼师教你们一招最简单的中医面相望诊法。你们明天早上起床洗完脸，对着镜子仔细看看自己的脸。如果你最近总是倒霉，走路摔跤，做生意赔钱，子女不听话，你看看自己的印堂，就是2个眉毛中间那个地方，是不是发暗发青？再看看自己的眼神，是不是感觉像蒙了一层灰，浑浊发散，不敢直视别人。如果你每天睡满8个小时，白天起来还是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像背着一块大石头，这就说明你身上的正气和福报正在顺着你以前造的恶业痴痴的往外漏。这个时候怎么办？赶紧补啊！
我给你们讲个我以前看诊遇到过的真实案例。有个在菜市场卖猪肉的老赵，长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这个人脾气极差，平时卖肉喜欢缺斤少两，遇到老实巴交的买菜老太太，他还经常大呼小叫，凶神恶煞。最要命的是，他对家里的老母亲极不孝顺，老母亲瘫痪在床，他连口热水都懒得端，天天骂老太太是个相欠债的累赘。有一年，这个老赵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关节疼得像针扎一样，晚上整宿睡不着觉，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不仅如此，他老婆也跟他闹离婚，肉摊的生意更是莫名其妙的一落千丈，最后连摊位租金都交不起了。老赵走投无路，跑来找我看病看相。他一进门，我一看他的脸，哎呦，印堂发黑，眼神凶光全无，满脸都是那种灰败的死气。我连脉都还没帮他把，直接指着他的鼻子骂：老赵啊老赵，你身上这根本不是病，你这是业障现前啊！你天天坑蒙拐骗，回家还虐待老娘，你头顶上那点福德灵光早就被你败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各种灾煞之气找上门来了，你再不回头，神仙也救不了你的命。老赵一听，吓得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一个1.8米的大男人，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求我给他指条活路。我告诉他，你不用吃药，也不用去庙里花大钱做法事，你回去干2件事。第一件，每天收摊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端一盆热水，亲手给你那个瘫痪在床的老娘洗脚，一边洗一边说：娘我错了。第二件，你每天肉摊上卖剩下的碎肉和大骨头，不要留着发臭，你去熬成肉汤，免费送给菜市场附近那些捡破烂的讨饭的弱势街友吃。老赵半信半疑的回去了。一开始他给他老娘洗脚的时候，心里还觉得憋屈，可是当他把老娘那双像枯树枝一样干瘪变形的脚握在手里的时候，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发高烧，老娘就是用这双脚冒着大雪背着他走了10几里山路去借钱看病。那一瞬间，老赵的良心突然发现了，他抱着老娘的脚嚎啕大哭，老太太也摸着他的头，母子俩哭成了一团。从那天起，老赵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每天踏踏实实给老娘洗脚擦身子，每天傍晚准时在菜市场门口支起一口大铁锅，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施舍骨头汤。过了大概3个月，老赵又来找我了。这次他一进门，我眼睛一亮，各位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相由心生啊！老赵脸上那股灰败的死气不仅全没了，而且他的印堂开始透出一种微微的光泽，他的眼神变得非常柔和，连他脸上原来那些凶悍的横肉看着都变成了慈眉善目。老赵高兴地跟我说：尼师，您真是活神仙啊，我现在浑身一点都不疼了，睡得比猪还香。而且您知道吗，我现在的肉摊生意好得不得了，大家都说我卖肉实在，宁可排长队也要买我的肉，老婆也搬回家了。各位，你们听懂了吗？老赵靠什么治好了病，靠什么挽回了生意，就是靠他那一念忏悔，靠他的孝心和善心，硬生生的把自己头顶上漏光的灵光又一寸一寸的补了回来。你只要开始发善心，行善事，你身上的正能量磁场马上就会重新启动，天地间的福气自然就会重新向你汇聚。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以前做错过事，别灰心，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把心念转正，一切都来得及。好，补救的方法教给你们了，现在大家心里有底了吧？那我们接着往下讲，这第3种你绝对不能去伤害的人到底是谁？这第3种人可能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但在你的人生轨迹里，他却是老天爷派来拉你一把的救命稻草。得罪了他，你的气运马上就会折损一半。是谁？就是对你有恩之人。很多人啊，平时求爷爷告奶奶的，到处找贵人。我告诉你，贵人不是你拿着2瓶金门高粱就能请来的。天道规律讲究的是因果相循，这在我们易经里就是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什么叫恩人？在你落难的时候，在你连饭都吃不上，走投无路的时候，人家拉了你一把，借了你钱，给了你一口饭，这就是大恩大德。可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什么风气？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还钱的时候是大爷，觉得人家帮我是应该的，转头就忘恩负义，甚至还在背后捅恩人一刀。各位，你们知不知道，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在我们相术里看，他身上的气场是破漏的，就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被扎破了一个大洞，他本来的福气
财气会顺着这个洞呲的全部漏光。你咬了有恩之人的手，等于咬断了你自己的生路。不信，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明朝时候极其经典的真实故事，这可是记录在《警世衡言》里的，讲的是2个普通老百姓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把这天道因果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在明朝的时候，苏州有个地方叫盛泽镇，那地方盛产丝绸，镇上有个叫师傅的穷苦老百姓，2口子没日没夜的靠养蚕为生。大家要知道，古人养蚕那就跟养小祖宗一样，一点差错都不能有，温度、湿度、桑叶哪一样没伺候好，全军覆没，这一年就得扎起脖子挨饿。有一天清晨，师傅起个大早，挑着刚刚结好的蚕丝去镇上卖。天刚蒙蒙亮，路上还没什么人，师傅走着走着，突然脚底下踢到一个硬邦邦的布包，他低头一看，是个蓝布包袱，捡起来一捏，哎呦，沉甸甸的。师傅四下看了看，没人，他悄悄把包袱打开一条缝，各位，里面白花花的，居然是整整6两银子。你们可能对6两银子没概念，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一年的开销也就不到2两银子。这6两银子购买好几亩上好的水田，够他们全家舒舒服服过上好几年好日子了。师傅当时那个心啊，砰砰砰的狂跳。他是个穷苦人啊，天天吃糠咽菜，哪见过这么多钱？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老天爷开眼了，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多买点桑地，老婆也不用天天熬夜，熬得眼睛通红了，反正这路上又没人看见，我拿走谁知道。可是就在他刚想把银子往怀里揣的那一瞬间，他心里那股天生纯良的灵光亮了，他突然冒出一身冷汗，猛地赏了自己2巴掌。他心里想，师傅啊师傅，你赚的是辛苦钱，怎么能贪这种昧心财？这6两银子对我是天降横财，可对那个丢钱的人来说，那可能就是救命的钱啊！要是人家拿这钱去救老娘的命，去还债，钱丢了，人家一时想不开，扑通一声跳了门口那条大运河寻短见，那我师傅岂不是背上了一条人命？这钱我宁可穷死，也绝对不能拿。各位，你们摸摸良心，在面对巨额诱惑的时候，能硬生生踩住刹车，这需要多大的善根？这就叫好人头上有灵光。这股善念一出，连过路的鬼神都要对他竖大拇指。于是师傅连市场都不去了，就老老实实的蹲在原地，死死抱着那个包袱，寸步不离的等。等了快2个时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只见远处跌跌撞撞跑过来一个人，脸色惨白，满头大汗，一边跑一边往地上看，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人叫朱恩，也是个养蚕的。那6两银子是他东拼西凑借来，准备去买救急的桑叶的。师傅上前拦住他，仔细盘问了包袱的颜色、银子的数量，对答如流，分毫不差。师傅二话没说，把包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朱恩。朱恩打开一看，银子1分没少。他当时膝盖一软，扑通就给师傅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大哭：恩公啊，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这钱要是找不回来，我今天非得上吊不可。朱恩死活要拿出1半的银子分给师傅，师傅严词拒绝。朱恩又拉着师傅要去前面的大酒楼切几盘好料的黑白切，烫一壶好酒，好好感激一番。师傅摆摆手，笑着说：我要是图你那一顿酒肉，图你那分给我的银子，我早把包袱拿回家了。你赶紧去买桑叶吧，蚕宝宝等不及了。说完挑了自己的担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故事到这里，你们以为就结束了吗？各位，老天爷的剧本从来不会只有一半。过了一段日子，师傅家里的蚕宝宝长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叫大棉。这个时候的蚕食量极其惊人，一天要吃掉好几筐桑叶，如果吃不饱，结出来的茧子就是个空壳，一年的心血全泡汤。可是那几天，市面上的桑叶突然紧缺，价格翻了好几倍，而且根本买不到。师傅家里的桑叶已经见底了。听着满屋子蚕宝宝饿得沙沙沙爬动的声音，师傅的老婆急得直掉眼泪。那天半夜，师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听说10几里外的一条河帮对面有个村子可能还有多余的桑叶，他连夜借了一条小木船，摇着橹就出发了。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江面上风大，没划出多远。
忽的一阵风，把师傅挂在船头的风灯给吹灭了，火种也掉进水里熄了。黑灯瞎火，伸手不见五指，江面上暗流涌动。这船要是撞上暗礁，连人带船都得沉。师傅吓得赶紧把船靠向岸边，刚好他看到岸边不远处有一户人家，窗户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师傅赶紧把船拴好，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走过去，敲响了那扇木门。里面有人吗？过路的船家，灯灭了，求您借个火种。嘎吱一声，门开了，里面的人提着灯笼一照，两个人同时愣住了。各位，你们猜猜开门的是谁？就是那个丢银子的朱恩。大家想看看，茫茫一条大河，黑灯瞎火的，为什么风偏偏把师傅的船吹到了朱恩家门口？朱恩揉了揉眼睛，大叫一声：恩公，怎么是你啊？这大半夜的，你怎么跑到我家门口来了？师傅也傻眼了，这黑灯瞎火瞎撞，居然撞到了朱恩的家里。他苦笑着把家里缺桑叶，连夜出来买桑叶，灯又灭了的倒霉事说了一遍。朱恩一听，眼圈顿时红了，一把拉住师傅的手：恩公，你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啊！买什么桑叶？我家后院的桑地里桑叶多的是，我的蚕已经节俭了，剩下的桑叶全送给你。别说借火种了，我这就帮你去采桑叶。大半夜的，朱恩叫醒了老婆，两口子打了灯笼跑到后院，把最好的桑叶采了满满2大筐。不仅一文钱没要，朱恩还亲自跳上师傅的小船帮他摇橹，连夜把桑叶送到了师傅的家里。靠着这2筐救命的桑叶，师傅家的蚕吃得饱饱的，当年结出的茧子又大又白，卖了个空前绝后的好价钱，从此家境一天天好了起来，后来甚至成了镇上有名的丝绸大户。这就是老天爷在牵成啊！各位，故事讲完了，你们静下心来想想，古人说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在那漆黑的江面上，那么多户人家，为什么师傅的灯偏偏在朱恩家门口灭了？为什么偏偏是朱恩家里还有多余的桑叶？这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虽看不见摸不着，但从不会无中生有。你帮了别人，这叫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那些有恩于你的人，就是你的贵人。你知道他遇到难处了，你主动帮一把，这份感激，这股能量就会在你们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罩。给予别人最需要的东西，你才显得高尚。如果你还不亲别人的恩，那就把这份感情延续下去，让你的下一代继续感恩。一旦你伤害了对你有恩的人，就是亲手拔掉了你命里的贵人数。轻则折损气运，干什么什么不顺；重则恶业随身。等到哪天你落难了，不仅没人帮你，甚至连老天爷都要推你一把，让你万劫不复。好了，各位，我今天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多，口水都快讲干了。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阿公阿嬷年纪大了，听着听着可能前面讲的就忘了。来，我最后再像个老保姆一样，给你们把今天的重点啰嗦一遍，你们必须死死刻在脑子里。今天我们讲了老天爷这辈子最护着你，绝对不能去惹，不能去伤害的3种人。第一种就是那些天性纯良、老老实实，宁可自己吃亏也喜欢行善的人。遇到他们多结善缘，千万别占人家便宜。第二种就是生养我们的亲生父母，你的父母就是你命里的天地，你不孝顺父母，你就是在砸自己的饭碗，断自己的根，必定要遭老天惩罚。第三种就是那些在你落难时借过你钱，给过你饭，对你有恩的人，忘恩负义就是自寻死路。很多人听完可能还在想，尼师啊，那你能不能再教我几招摆放家具的阵法？能不能卖给我个开过光的八卦镜，让我逢凶化吉啊？各位，我再说最后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世间最好、最强大、最能保佑你逢凶化吉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就是你心里那股善良的念头。你以为花钱请个大师算一卦就能避开灾祸？错啦！你如果心里充满了算计，连父母都不孝，连恩人都敢害，你就算把玉皇大帝的雕像搬进你家客厅，照样救不了你。你的恶念会吸引天地间所有的灾煞之气。相反，只要你心存善念，不做亏心事，孝顺父母，知恩图报，哪怕你住的是漏雨的茅草屋，
哪怕你家门前正对着一条大马路，犯了什么路冲煞，你都不用铁齿，你都不用怕，因为你头顶上的那道灵光就是全宇宙最厉害的化煞法宝。你的人心正了，周围的磁场就全正了。遇到悬崖，老天爷会派一头牛来拦住你；遇到洪水，老天爷会派一根木头来拖住你；走在黑夜里，老天爷也会安排一个恩人提着灯笼来给你开门。所以别往外求了，往自己心里求吧，把自己的心修好，行善修行，知人恩，济人善，你自然就能为自己消灾增福，一生一世无灾殃。最后，今天有缘听到这里的朋友，这就当作是我们今天结的一个善缘。我现在想请大家一起把这个视频底下的留言区变成一个能量极强的正向磁场。我请所有的阿公、阿嬷、各位兄弟姐妹，现在就动动你的手指，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或者祈福。你可以打出这8个字：心存善念，必有后福。或者写下感恩父母，感恩贵人。你们每留下这样一句善言，就是在天地间发射的一次善的电波，就是在为你自己、为你的儿孙积攒一份无形的福报。让我们这个评论区充满灵光，让每一个路过看到的人都能沾染到这份福气。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祝大家得权无危，福报满满，我们下期再见。